这小子换了个名字，行事作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问剑无双城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将老城主打成了残废，太嚣张了，太霸道了。早点如此，我们早就踏平3家了。是啊，宇哥向来是最不喜欢出风头的，可这一次全天下都在讨论这个吴建成少主卓越安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宇哥在最后一刻使出的招式有点类似18剑阵。当初帮助各大门派抵御魔教东征时，宇哥曾在众人面前用出过这18剑阵，所以隐隐约约就有些人在传言，吴建成少主卓越安便是暗河的执三鬼。只是因为这个推断太过于荒唐了，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行走于黑夜之中，取人性命于无声的刺客，突然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之下，还去挑战曾经最辉煌的门派，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啊。那他事情办完了也该回来了吧？哎，不对，他怕不是就直接回了南安？不是，宇哥又约了无双城城主宋彦回，独占于无双城后山。啊？苏沐雨脑子坏掉了？无双城城主，应当是不太好对付的。宇哥这次啊，怕是真的起了好胜之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宋彦回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他这么去留？当年共御魔教的时候，又不是没有见过他的功夫。要真的想以剑名震天下，那为何不直接去找雪月城教训一下那个臭丫头？啊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过去的痛苦确实应该找一天斩断了，不然他一辈子心中都要记挂着那仇怨。而我也在等着这么一天。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吴建成覆灭的幕后黑手。不过看他此番行径，他应该是探查到了幕后黑手是无双城。无双城早就不配是天下无双了。不过，刘云起败了，还没完。还有什么？苏沐雨和宋彦回约定好了，4日之后，无双城后山再战。或许真正的复仇是该屠灭无双城，而我不想。我知道阿爹你也不想，毕竟无双城也并非都是刘云起之辈，而以杀之上也有我之情。你做得很好，我的孩子。阿爹，阿爹不想你活在仇恨之中。此剑债了，以后你就只做你自己，不必再背负这些过去的恩怨了。孩子，你看，今夜的月西下之后，明日依旧是崭新的日出。没想到那家伙还真的问剑无双了。人家问剑无双，扬名天下，你得意什么？不过卓越安，没听过。卓越安就是苏沐雨，他本是天下无剑城的少城主，如果不是因为突遭变故，他长大后定是有机会拜入学堂的。造化弄人啊！所以你这是要去看热闹？
以现在的身份进入无双城，如果被人发现了，可是个大麻烦。那你兴奋什么？因为这个热闹是有人撺掇出来的，他想借苏沐雨的剑引起无双城之乱。无双城乃昔日天下第一城，如今武学一道落了下乘，可气质一道仍可称第一。这块肥肉我们盯了数年，也确实到了吃下肚的时候了。一个只求胜的疯子，和一个禁锢于所事的傻子。无双城的天，早该变一变了。只是如今，正好用上了卓越安的事。然后，那个人好从中获利，而且他还是朝中之人。这件事情你跟我提过，之前我想派人去无双城，被你拦下了。这一回，打算怎么做？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苏沐雨把有人想要利用他这件事告诉了我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他既然想要让无双城乱，好，那就让他更乱一些。怎么更乱？来人！殿下，四怀城那边如何了？我们的人与那城主府的大弟子交往多年，直言此人是个无脑无能之辈，易被策反。至于另一位，也已出关，愿助我们一剑之力。苏昌河呢？可有探查到动静？暗河之人着实隐秘，我们只发觉此人的点碎痕迹，但应是朝着四怀城方向无疑。剑道之争却无当世剑仙，是不是缺些意思？好，那就让我们恭候各位剑仙齐聚无双。老城主，何方来客？天下无剑。天下无剑。他们中还有人活着？来的人自称是无剑城少城主卓越安。那个孩子呀，没想到他居然活了下来。剑长老已前去应战，他让我过来告知你一声。剑山月挡不住那柄剑。还好，不是跟雪月城有关的那几位。你已经败了。即便是你父亲当年站在这里，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。这是你第几次提到我父亲了？第3次。我很想知道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提起他？你不要逼我杀你！山岳剑法，今日终于有幸得见了。山岳剑法，不见得对付得了这个卓越安呐。
你登山巅，一览众山小，可众山之上仍有阴天。你若止步，终有一日将会下山。死吧！今日问剑，终于遇到了一位值得我拔剑之人。无双城，宋彦回。天下无剑城，卓越安，秋水剑。正是。我父亲曾提起过你，听闻你年少时也满身傲气，觉得自己手中执剑可登剑道之巅，一览众山小。你所创的这套剑法，虽称不上世上一流，但剑之气可称绝世。如今一剑，高山仍在，人已苍老，你的人已配不上你的剑。今日之后，恐怕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剑山月这号人物了。今日之后，问武堂大长老之位就该换人了。你应该回去颐养天年了。此地交给我即可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他一剑把天启城牌匾给斩下来了？是啊，那个骆统领一剑就劈下了牌匾，直接拿着牌匾去了千金台，吓得千金台所有人都跑了，就连那个佗二爷也溜了。天启城的牌匾一共被斩过3次，第一次是北离开国皇帝萧绎在破开城门之时，由于剑气太过于浩瀚，一剑打落；而第2次，则是60年前剑仙白羽救下那名被挟持的弟子时，一剑劈落，以此来警示天启城的人。第3次便是这次。哎，那他为什么要拿着牌匾去那千金台啊？他这么做是因为那里聚集着3教9流，能够第一时间把他回到天启的消息传开。他除了斩落牌匾，还说了什么？一路上都没说话，一直到最后，重重把牌匾往地下一蹲，就说了4个字：问剑天启。义父只说了这4个字。是的。我写信求义父过来，他真的来了，却没和我说是以这样的方式。侯爷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是禁军大统领，别人把天启城的牌匾都给砸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应该杀头，一刀砍死。好啊，那赶紧去办。哎呦，我的侯爷，那可是孤剑仙洛清扬，我认识他10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不是人，那是怪物。我让禁军和虎门郎以他为中心围了几10个铁桶，那又怎么样？他若入这宫门，我拦得住吗？若一人一剑便能杀得了北离之主，这天下早就乱了。哎呀，李都统这分明是看不起老道啊！国师，您来我就踏实一些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真的想杀皇兄，还砸什么牌匾？啊，还在门口喊什么“问剑天启”，直接杀进皇宫便是了。问剑天启，这句话的含义可不简单呐。这一次洛清扬来，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问一问剑。他是5榜牌的天下第1剑客，可是许久都没出手了，谁知道他还是不是真的天下第一？天下剑客想知道，他自己也想知道。那他还有其他目的吗？
骆城主，谢先生。没想到我来到千金台，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你。是我的荣幸。强兄，你的7良剑成了？小有所成。哦，难怪啊！以前天下问剑于你，这一次你有所成，问剑于天下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只是很好奇啊，谁会被你问剑呢？我原本最想问的人，已经死了。你是说，玄剑仙赵玉珍？可是你还在。我？哎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只是个读书人。哎，你看我的剑，就叫万卷书。哼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很敬重先生。哎，这客套话就不用多说了，惭愧啊，惭愧。哎，江兄，你这一次来就是为了问一问剑？问剑是一个心愿，我会在这里待3日，待天下剑客前来向我问剑。3日之后，我要杀一个人，带走一个人。你想等的百里东君，他不会来。你想带走的人呢，也很难带。至于你想杀的人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想杀谁啊？哇，哎，好一柄九歌剑啊！嘿嘿，强兄啊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你急着走吗？哦，我本来是可以再多待一会儿，但是我是怕有人等不及了，我更怕他误会，以为我在跟他抢对手呢。这个人啊，脾气不好，武功又高，嘿嘿，我得躲躲。你看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战天兄，许久未见了。我的剑来了，你问吧。公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公子，刚才听守门的说，他们发现了一柄奇长无比的飞剑袭来，直接就把咱们的牌匾斩落在地了。看来是冲着我来的。是，公子，走，快拿走。是。快，走走走。有人传来消息，说第一个问界洛清扬的已经出现了。定然是怒剑仙。小色，想看热闹是吧？啊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雷无极，你能让他安静点吗？又不是我故意让他这样的。2位剑仙在这儿打架，这柄世间剑心至纯之剑，自然会有些激动嘛。萧瑟，我让你带的那个夯号，你有随身带着吗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那我今日就放心了。你好歹也是枪仙的女儿。怎么相信一个吉祥物？哎，你们说，我们过来花了1炷香的时间，聊天又花了1炷香的时间，他们俩怎么还不打？是在等人齐吗？你以为剑仙打架都跟你一样？他出一剑你躲一下，他再出一剑你再躲一下，然后等你一个回身再刺，然后我就纵身一跃，抬手巨剑，剑开临门，只见万千剑仙从天门而出，举天之剑当头刺下。
你们两个搭在一起都可以说评书了。几位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嘛，啊？谢先生。哎，我刚才问了洛清扬来天启城的目的，他说他问见天启3日，3日之后，他要带走一个人，也要杀死一个人。要带走的那个人，自然就是他师妹宣妃娘娘。至于要杀的那个人，我猜应该是我。什么？他要杀萧瑟？所以这热闹还有那么好看吗？现在立刻回去让积雪传信给雪月城，让阿爹来助我们。别急，不是还有3日吗？萧瑟，萧瑟，你早就猜到了。还是先看剑吧。问见天启3日，是在施压，证明他已经无敌于天下了。3日之后，他再要做什么，便无人可阻，无人可挡。看来怒剑仙来此，不只是为了问剑。他也承担了白王府的重托，但若是能胜过洛清扬，洛清扬这无敌于天下，便是个笑话。他要带的人带不走，他要杀的人也杀不了。师傅，严战天怎么还不动手？严战天的怒剑式只有3式：一怒拔剑，一剑怒斩，一怒剑回。对于那些不必要的对手，他是轻易不会使用怒剑式的。可是对于像洛清扬这样的对手，他必须要使用怒剑式。既然只能用这3剑，他必须得养够了气势才行。来了！啊！洛清扬想剑不出鞘就打败严战天，还真是太嚣张了。出剑！这就是严战天怒意最盛时的样子。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啊！只是，最后谁赢了？好问题，谁赢了？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当100万师。以输赢论此剑，俗了。大师傅，大师傅辛苦了。技不如人，虫儿，大师傅这次没能帮到你。无妨，大师傅没有受伤就好。大师傅，我现在就派人送你回府休息。那你呢？我再留下看看。多加小心。经此一役，天启城白王府的气势回不到当初了。没想到竟然是白王先动手。他先动有好几个原因。朝堂之上，原本支持白王的那些高官，因为萧楚河的回城开始摇摆。内厅中最大的助力长策剑也被大剑杀了。江湖之上，唐门不再支持他。这一战，若是白王能赢，那么拥有真正意义上天下第一坐镇的白王府，将力挽颓势。那白王不会发现这一点吧？白王不是傻子，可他又是个傻子。他居然开始看重自己和萧楚河那虚无的兄弟情谊了。他先动手，是不想给义父杀萧楚河的机会。雷无极，别冲动。我2位剑仙师傅不在，我替他们下去问剑洛清扬有什么问题吗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要杀萧瑟吗？
不能让他气焰那么嚣张。还没到你逞英雄的时候呢。无双城无双，前来问剑。哎，无双兄弟，又见面了，你得好好打啊！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听说无双城出了一位新城主，年轻有为，但没想到会年轻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啊，这无双城主也来天启城了。是我要他前来的。你要无双进城，是觉得他能胜得过洛清扬？无双城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我也在等一个机会。前辈，请赐教。能见到无双剑侠，洛某有幸。前辈也知道无双剑侠，据说我天生就是剑胚，也有人说。以剑论道。好嘞。12柄飞剑，无双城100年颓唐，终于出了一名剑仙。前辈过奖了，去。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，但作为一名剑客，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柄剑，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火候。你若将你师傅的断水剑借来，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。握在手里的剑，我也是有的。大明朱雀，他这是做什么？大明朱雀分了12柄飞剑，都是鬼剑师打造的，需要以血喂养，所以大明朱雀还有另外一个名字——魔剑。果然是把好剑。杀了这个无双，我要这把剑。走。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朱雀，反而被剑给控制了。我无双怎么可能被柄剑控制？骆先生，如何？好剑，值得我出剑。你们看洛清扬，这是国殇剑。为什么我看他出剑有些难过？国殇之剑，凄凉剑之最，洛清扬最强剑法。何谓国殇？战场之上，无勇而死者，照例不能炼以棺柩，葬入墓狱，也都是被称为殇的无主之鬼。你们知道洛清扬为什么会选择木梁城吗？昔日的木梁城作为西面雄关，曾有10万大军伏视此地，他们的国家打了败仗，仓皇离去，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曝尸荒野，无人收敛。直到100年之后，化为尘土，此之殇变为国殇。和之凄凉，能抵国之凄凉。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士吗？那我便斩九歌，破凄凉。
城有你这样的弟子，是他们的荣幸。前辈之见，不似人间之见，晚辈大开眼界。他们俩这是战平了。终究还是败了。你若再修炼10年，或许你手中之剑真的可以胜过我。可惜了，今日便要死在这里。洛青阳要杀他。他居然这么快就上钩了，杀了他！无极棍，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1人，并且再杀1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，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。来，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节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节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哪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来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啊，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，
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四面八方。好，那个时候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九歌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呆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谢长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也都给我时间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
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五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寒衣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0%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父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知道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，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？阿姨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清扬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小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清扬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
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剑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机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来来来，殿下这边请。这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千落姑娘去过剑心冢，这简直跟那儿一模一样。难怪啊！先代剑心冢冢主曾经来这里参观，后来便回了剑心冢，造了跟这儿一模一样的剑阁，只是没造那道门。因为他即便造出了这道门，也造不出这门内的那个事物。萧氏子弟萧瑟前来天剑阁求见，请赐教。这么简单？100年前，花罗公主的佩剑落花剑，据说花罗公主生前最喜欢俊秀小郎君，故而单靠长相也能收获颇丰。萧瑟，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棍法，没想到你的剑法也这么厉害。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是北离开国大皇帝萧绎所创的列国剑法，只传萧氏皇族子弟，大开大合，霸道无比，非天赋绝佳者不能修炼。这列国剑法分为4句：绝生、破风、惊龙碎天。大多数人穷其一生，也很难练到绝生境。100年来，在此剑法上成就最高的是琅琊王萧若风，练到了破风境。加上落花剑，这殿下一共取了9柄剑了。哼！你这是要把我天剑阁掏空吗？这9把剑只是个彩头，我真正要什么，国师应该比谁都清楚。即便是琅琊王，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呐。若论剑术，我比王叔更强。金龙之剑，
萧瑟，你先进去，就用我守着。多加小心。